这个文理双博士名叫季景阳，只因学术成果被无良导师霸占，跟他理论几句，岂料下一秒他竟然穿越了，一睁眼自己竟变成一个才8岁的熊孩子，还是大夏朝的太子。更要命的是，媚贵妃和丞相正联手逼宫，要废了他和母后的位置。他看着貌美如花的文德皇后和龙椅上长相丑陋的昏君老爹，忍不住在心里疯狂吐槽：这皇帝真他妈丑！可就在这时，离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皇帝竟然听到了他的心声。小杨当场蒙圈，但很快将计就计，看着咄咄逼人的丞相和贵妃，直接在心里疯狂爆料：这个老狐狸跟媚贵妃早就有一腿，就连二皇子都是他们的私生子。皇帝一听，当场戴上了绿油油的帽子。接着，小杨又补了一刀：他们下一步就要把我们母子送到青云山，然后引入北夷，助丞相称帝。至于你这个皇帝老儿，马上就要被五马分尸了。此话一出，皇帝直接被吓得当场休克。等皇帝醒来，态度180度大转弯，面对丞相废后的提议，他霸气回怼：朕如何做事，还轮不到你来定吧？然而他并不知道，小杨还在心里碎碎念：这狗皇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等我长大了，就劝母后另外找个小鲜肉。皇帝听的是青筋暴起：你都要给皇后找野男人了，还不让朕瞪你一眼？媚贵妃和丞相听说太子打了皇帝，以为天助我也，立刻带人进宫准备逼宫称后。岂料皇帝却当众宣布，今后谁再敢提废后，直接诛9族。丞相和贵妃当场傻眼，这剧本不对啊！小杨一看逃生之路被堵死，急中生智，趁着丞相带人闯宫救驾，他直接一记猴子偷桃，正中皇帝要害。可就在这时，皇帝竟然哈哈大笑，说太子只是跟朕闹着玩呢。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他决定好好惩戒一番。惩罚太子的方式是打几下屁股，而惩罚皇后教子无方的方式，竟是让他今晚侍寝。第二天早朝，新的危机又来了，北夷派人前来挑衅，要与大夏比试，输了就要割让燕云16州。丞相一党纷纷附议，想借此机会让大夏战败，从而实现自己的阴谋。小杨内心疯狂吐槽：这群饭桶，要不是我才8岁，早就请缨干死他们了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皇帝听完他的心声，竟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点名要年仅8岁的太子出战。满朝文武瞬间炸锅，可丞相却觉得这是个送人头的好机会，竟然第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。皇帝看着丞相，内心暗笑：朕正愁找不到借口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大臣啊！